揭露一个天机给你。一个人如果开悟了，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首先，他会选择独处，而且他喜欢独处。第二，他的内心非常的平和，但是又非常的丰富。你会发现，一个人真正开悟以后，原本生命中那些很在乎的人际关系，突然之间就会感觉到没有任何的意义。财富的多少也不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，而是取决于自身的认知和福报。第三，真正开悟以后，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人和事儿，都不会过多的纠缠。当你修明白了这颗心，你就会知道一个道理：花无百日红，人难千日好。所以说，先接受，不管遇到了多大的困难、痛苦，坦然地去面对它。第四，敬畏因果。你要明白，今天所有的果都是你昨天种下的因。你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人开悟的临界点吗？你修学历练到一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跟你想的都是反着的。其实你突然惊觉，以前你一直坚信的某些自以为绝对不可能动摇的东西，包括信念，其实那根本就是自己的执迷不悟。那种突然被打开天灵盖的感觉，还会让你悲喜交加。那么就恭喜你了，这就是开悟的临界点了。开悟分为两个境界，一个是意识上的开悟，一个是意根上的开悟。绝大多数的人都只是停留在第一个境界，如果你能到达第二个境界，那你就真正的做到知行合一了。意识上的开悟也叫做解悟，简单来讲就是你突然想通了，明白了原理真相。醍醐灌顶就是在说这个状态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明明知道这么多的道理，但是为什么你就是做不到呢？你明明看到了这么多做菜的教程，但是为什么一上手炒就糊了呢？你明明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幻的，那为什么就是醒不过来呢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这可能是全网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视频，所以还请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的聆听。接下来我将从新的角度出发，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说清楚。在这个三维世界，玩家的第六意识，我们把它称之为意识；玩家的第七识，我们把它称之为意根。意识是源自一根，而意识的特点是波动性大、不稳定，生灭速度很快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很多时候你当时是感觉懂了、悟了，但是过几天你就忘了，做不到了，坚持不了。知道做不到是因为能量不够，这个能量源自自信。当你知道了、明白了某一个道理，那只是意识层面的相信，但是你还没有证据。意识层面的相信是没有力量的，是无法恒定的，它很容易就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。也就是说，你的频率不够稳定，相信的不够彻底。比如说，当你看恐怖片的时候，你的意识明知是假的，可还是要害怕。当你走这个玻璃栈道的时候，意识明知道是安全的，但是内心还是害怕的不得了。有的人甚至不敢抬腿走，
意识就是说服不了自己不要害怕。那为什么会如此呢？因为这是意识的分别和思维得出的结论，它得不到潜意识的认可。当意识劝自己不要害怕，说这些恐怖的情节都是假的，但是你的身体还是会血压升高，心跳加快，身上出汗，因为身体都是由潜意识来控制的。这说明你的潜意识还是害怕，尤其是在看 3D 电影的时候。意识虽然知道一切影像都在屏幕上，根本出不了屏幕以外，影像都是不现实的，可是心里还是感觉影像是那样的逼真，很害怕上面的子弹突然就飞到自己身上，害怕飞刀砍到自己身上，于是你的身体就会不自觉地尽量躲避。身体核心里面的行为是由潜意识来指挥操纵的，所以是潜意识按照自己的惯性、认知来指挥，用时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。不让潜意识相信，就不能解决根本实际的问题。你知道栈道是安全的，这种知道有什么用呢？意识明明知道前面的人已经悠闲地走过去了，有了现成的例子证明玻璃栈道是安全的，但是自己为什么还是不敢站起来迈出这一步？意识明明知道玻璃的厚度和承载力都很牢靠，但是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站起来笔直地走过去呢？因为意识思维分析的道理潜意识还没有接受，对于玻璃栈道还是有恐惧心，因此就会让身体表现为战战兢兢、瑟瑟发抖、哆哆嗦嗦、汗流浃背，以至于是蜷缩在通道上，不能够往前挪动哪怕一步。这里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一个结论了，这是意识不能指挥身体，不管意识如何认为安全还是没有用的，只要一根不知道，那就照样瑟瑟发抖、汗流浃背，因为潜意识才是掌控身体的主宰。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，我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幻的，但是为什么被车撞还是会痛呢？因为你意识的认知依旧把你困在整个生命状态和思维状态里，所以你一定会痛，这是由你的心的境界决定的。知道和理解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其实很容易，但是要证的就很困难，因为涉及到身心的觉受，你内观越深，觉受越强。只要你的潜意识还在这个层次和境地，就还是有身心的觉受。只有当你的一根真真切切的知道、体验到，才能够超越这个自己。因此就需要意识必须要认真思索，细致观性在关键，直到把一根说通，一根懂得和确信才是真信。那如何让自己不胆战心惊地走过玻璃栈道呢？应该这样做，在走上栈道之前，意识就要想方设法，非常全面地分析栈道的安全性，尽量思维透彻，有理有据地证明玻璃栈道确实是安全的，没有一丝危险。这样一根就能够确认栈道是安全的，心里就能有底气，于是他就能够鼓起勇气走过栈道。意识分析透彻，看破境界，让一根放心，心里面才得安稳，内心感觉很安全，底气足了，思想准备都做好了，感觉再也不害怕了。
这就把一根给说服了。然后我们再抬腿上路，所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理真相，破除我执也是如此。意识必须思维分析透彻，一个漏洞都不要有，让一根完完全全认可，没有疑惑，而且从心里面会有一种感受，是感受上的认可，这样才能够破我执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先内观才能够断我执。一是需要想方设法把思维世界的所有虚妄不真实性让一根渲染成功，让一根从内心里面确认五蕴确实不是我。这个时候一根的底气才足，任何人说五蕴是真实的，潜意识都不会加以认同。要做到这一点，需要意识自己首先要明理，要思维清楚，还要给一根一段的时间去感受觉知自正去确认的时间，让一根确认五蕴确实不是我，不是真实的我才能放下对这个影像的执着。所以如果说你能将这种认知克制到你的潜意识里面，只要一根确认认可，那就是实证。一根的确认就需要我们亲自去观察一根的升起运作，这就是内观的功夫。同样呢，我们学习一项生活技能也是例子，比如说做饭这个事情，首先你的意识需要先学习做饭的理论技巧，但把理论学会了之后并不等于会做饭，因为对于做饭这个事儿你还没有实证过，所以这个层次相当于是意识的解，而不是一根的证。那要如何实证呢？那就是当你懂得做饭的理论之后，就需要亲自下厨，亲自按照意识所需的理论来动手做饭。而动手做饭就是属于实际操作，实操就需要由潜意识的指挥和督导。如果说潜意识不懂理论，就不能够监督六识来做饭，这样一根就要反反复复地指挥六识练习做饭。做得不对的时候，意识就要思维分析哪里不对，需要知道如何操作和改正。这是我们练习操作的过程，就是你已经练到肌肉记忆条件反射，闭着眼睛下意识的就能做出一顿美味的饭菜。也就是说，当一根学会了操作之后，就不太用意识分析和监督了，一根就能够非常熟练地指挥六识的做法，之后还会游刃有余，技术娴熟，熟能善巧。所以说意识与理论相应，一根与实际操作相应。那同样你学了那么多东西，如果说意识知道的理论而不能让一根也知道也认证，那么就没有什么用。只有一根实际证明以后才会有大用处。修行就是如此，你是对真理真相的觉悟，就相当于是我们拿到了一个地图。比如说现在你看这个地图，它告诉你要这样子才能走到北京，那你把地图背得滚瓜烂熟，攻略研究的详细全面，知道路上会遇到哪些风景，你知道北京所有的景点，所有的美食，所有的酒店，但是你就是还没有去过北京。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在旁边说我去过那里，北京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另外一番景象，说的绘声绘色，那你会动摇吗？而一根的正道就是我们按照地图的指引真真实实的出发去了，
是坐飞机还是高铁或是步行，就如同我们选择了工具。而当你真正的到达了北京，你体验到了北京的所有的一切，这就是正道了。那这个体验就刻在了你的潜意识里。这个时候再有人在旁边跟你说北京如何如何，你就不会再动摇了，因为你已经亲自的实证过了。而现在很多的人修了一辈子，可能还在解悟的这个境界，当然能解悟已经是难能可贵，可是这还不够，因为真正的修行之路才刚刚开始，它需要你亲自一步一步地走向终点，去正视它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经历，这个旅程不仅是外在世界的探索，更是内心智慧的开发与提升。就像攀登一座高峰，我们每一步的脚印都代表着对内心真谛的探寻。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和幸福感的不是能力，不是学历，而是心智的开悟程度。开悟要经历10阶境地，你看看你到了哪一种？初步觉醒，这个阶段代表了内在的觉醒。在这里，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活的更深层次，并开始寻找内心的平静。他们清楚地看到生命的美好，感受到内心的宁静和满足，对世间的一切生灭法有了自己正确的体验，除去了一般凡夫的妄执，真正明白了一切法本空无我，与万法唯心的真实意义，并且亲历了出世间的妙境，进入了一个与世间凡夫有别的崭新的精神领域，而内心喜不自胜，称为欢喜地。内在净化。在这个阶段，个人开始净化内心，过去的负面情绪和妄念逐渐消退，取而代之的是内在的和谐与平静。他们学会了宽容、接受，并且懂得如何真正爱护自己和他人，了知你我同体的意义。思想言行因而得到了净化，从前的染污行为不再升起，一切身口意的活动已经不再有过失污垢，自然地依圣道而行事，成为了天人的楷模。智慧启示。在这里，智慧得到了提升，个人开始看到事物背后的真相，能够洞察人生的深奥，他们的决策变得更加明智，不再受限于狭隘的观念，而是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世界，看破了一切的虚妄，内心能忍一切凡夫所不能忍的一切事情，而且内心始终保持着湛然不动，不受干扰，反而伺机度化一切愿的解脱法的众生，对一切众生的种种愚痴与过错都能了解，并且能够无尽的宽容、容忍与怜悯。他的智慧如同照亮愿的解脱法的众生的一盏明灯，光芒四射，照现众生的痴迷颠倒，以智慧的光芒驱散黑暗与无明。内心之光，智慧照耀。这个阶段代表内在智慧的光芒，个人不再受外界影响，而是依赖内在的智慧和直觉来指导自己。他们的决策和行为都源自内心的光芒，而不是外部压力。
已经亲身证得了诸法与众生的虚妄不实，对一切都无所畏惧，能起完全的勇毅。他能为解脱众生而赴汤蹈火，粉身碎骨，而没有丝毫的退却。他越是为众生做事吃苦，他的智慧与力量就越会相应的增长。他在救世的事业中能够锻炼出极高的智慧，他的智慧力量如同高涨巨大的火焰。5. 内在力量。在这个阶段，个人变得坚强无比，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，他们都能够勇敢地面对。内在的力量使他们克服困难，超越自我，成为生活中的领袖。由于智慧得到了高涨，不再为虚妄而颠倒，修行到了极深的禅定境界，他在定中能够全凭智慧的力量，关照世间与出世间一切微妙难宣的法。他掌握了宇宙运行的原理，所以善能分别真伪，并且能以慧力引用禅定之力起极大的神通变化。他的慧力与神通难测难量，宇宙之内能胜过他的已是寥寥无几。6. 智慧引领。这个阶段代表了智慧的引领。个人的智慧不仅指导自己，还能够帮助他人。他们成为智者，分享他们的见解，启发他人，成为周围人的指路明灯，已经得到了完全的三昧定力与智慧。一切世间与出世间法的本相，都难逃他的法眼，都会如实地出现在他的眼前，没有蒙骗欺诈他的可能。他的慧力与定力使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应用宇宙的法则，成就他心中所想的一切现前。7. 慈悲关怀。在这里，个人的心灵充满了慈悲和关怀，他们不仅关心自己，还关心他人的需求。他们用自己的慈悲之心温暖身边的人，成为他人的依靠和支持。私心泯灭，为了众生无处不到，无时不在，恒以大慈悲之心，方便智慧，点化愚痴众生，救灾解困。又以智慧与定力指导后学菩萨，使他们能够增长慧命，即得圣果。他肩负着极重要的任务，他要教育与救度以发心和未发心修行的众生，所以他任重而道远。8. 无私奉献。这个阶段代表了无私的奉献。个人不再只关心个人利益，而是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用于更大的善事。他们为社会，为世界，为他人的幸福默默贡献，成为社会的脊梁。虽然道行深远难测，且功德宏大，却不是己的一切智慧与神通，而生一点点的怠慢之意。对救世度生的努力，不减丝毫的松懈；对圆满度世的宏愿，能够恒久的乐此不倦。道心永不动摇，永不退转。9. 智慧引导。在这里，个人的智慧得到了巅峰，他们不仅能够深刻理解人生，还能够引导他人走向智慧之路。他们的智慧如同明亮的灯塔，为他人指引前进的方向。10. 超越自我。
这个阶段代表了个人已经超越了自我，他们的智慧和慈悲心影响着周围的人，甚至整个世界。他们不再受限于个人的欲望，而是以更大的视角看待世界，为整个人类的幸福而努力奋斗。智慧、力量与解脱已达究竟，而且更加能够善于运用这些能力，因此他的济世功德便没有穷尽，能够利乐有情，永无止境。他的智慧与法力如同浮云法雨一样，为众生遮去苦恼的逼迫，滋养众生的慧命令的增长。他已经成为一切众生的守护者，一切解脱智慧的源泉。在这个智慧开悟的旅程中，我们学会了如何从内心获得力量，如何运用智慧引导自己和他人。这不仅是个人的成长，更是整个人类的智慧之旅。让我们怀揣着这份智慧继续前行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、智慧的世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明心见性。祝你早日成功开悟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智慧，在世事纷扰中始终保持心境的清明与安定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